大夫，你的手术现在是什么状态？关键部分已经做完了。周护士长，什么事儿？急诊陆晨曦大夫有非常紧急的问题要找你，如果有可能，想请你接一下。好，接进来吧。如果还有大出血，为什么血压掉的并不严重？为什么我们在修补了所有出血部位、修补气管以后，血压血氧一度好转，现在又开始下降？这是我能提供的所有信息。心血管不是我的专业，我只能问你了。3号针。你检查心包内生主动脉根部有微小破损，使得血液进入心包腔。点线。源头血管填。方志伟可能是心包再次填塞，造成呼吸循环障碍。确实是积液了，穿刺针管。点灯。确实是生主动脉裂口，血液完全流入心包腔，心包填塞阻止了出血，所以血压才没有掉得很剧烈。现在你修补生主动脉。好，谢谢。针50抛棱线。直接剪。血压回升，窦性心率，血氧92。好，关上。来，剪线。怎么样了？我正在准备关胸，血压90/60，血氧88。我这边也差不多了，阿雪，没问题。路通了，可以送伤员了。主任，路已经通了，可以送伤员了。先把帐篷里那2个送走，手里这2个马上就好。明白了，车都准备好了。所有人做好准备，把伤员转移回仁和。好。无创颅内压测试仪速度快，清晰度高，在美国和英国各种数据都已经证明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的科研经费预算没那么高。我说的不是您的科研经费，我说的是这次抗灾结束以后，上面是不是要给医院拨款，添加仪器设备？再说这些东西灾后伤员也用得上啊，咱们医院还不赶紧抓紧这个机会把这些东西给添置了？这些伤员并不是非得用这种昂贵的仪器设备。主任，不，院长，您不能当了院长就学傅伯文吧？怎么畏畏缩缩的？这并不是真违规的事儿。再说，小唐，我给你提个醒，做人要有底线。提着脑袋吃赈灾款这件事儿，从古到今，总有不怕死的人干。但这件事只要开了头，早晚有一天会死在这个上面。我这个人怕死啊，我也提醒你，别耍小聪明。文化不高就多看看书。啊，这支笔送给你。是什么不是吃啊？鱼生火，肉生痰，萝卜青菜保平安。你要是怕死啊，干脆吃素。
你刚才说的测试仪，这回赈灾用不上。但是我们医院现在急需一批质量最好的抗生素，还有消毒设备。单子我已经列好了，想办法进到我们需要的数目。已经给你们进了一批了，库存已经不多了，其他医院还找我要呢。别想跟我提价格浮动的事儿。如果浮动的话，我就不找你了。你跟我们仁和交情可不俗啊。行，您要的这些东西，我就是搭上我所有的人情，我也一定给您弄来。我这个颅内无创测试仪，现在真的是最好的进货时间。您只要打一个报告，其他的都交给我，我保证别人挑不出一点毛病来。一点毛病都挑不出吗？一点毛病挑不出。那是你这双只看钱的眼睛。这篇文章明确指出了仁和胸外指导恶性肿瘤患者用药，使用你们公司的化疗药最多，比起其他公司有统计学上的差异。这又怎么了？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？这篇文章本身并没有什么，我担心的是下一篇。据说下一篇就要研究为什么用你们公司的药了。我们公司的药好啊！你们公司的药疗效是不错，但是也没有好到比其他品牌有统计学的差异。但是价格昂贵倒是有统计学的差异，懂吗？不懂。你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看什么看？看得懂吗？我看署名啊，我看谁写的，我把它给废了。废谁啊？你黑社会你？去，非常时期，别给我填了，走。那我杨壮壮，你抄兵力干嘛呀？在这捣什么乱啊？我又帮你们搬仪器，又帮推病人，又帮送水的，我抄个病历就捣乱了。好吧。那你抄兵力干嘛呀？哎，我这不是抄病历，我这是在统计病患情况和密度。我准备让我老爸给我开个绿灯，批准我拿到药品和杀菌消毒品的数据，这样我就可以研究赈灾资金的调配关联了。我们这满脑子都是救人，你算计救灾款干什么呀？救灾款也是有数的，什么钱必须花，什么钱可以缓一缓，这些都是用数据分析才能得出客观和全面的结论。这个就是我的科研目标。刘了阳之后真不得了，说什么都头头是道。老唐，你也来帮忙了？能帮什么忙啊？我不添乱就不错了。您忙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帮我收拾一下。老唐，我有个事儿想问你。我这次回来呢，研究了20年美资化疗药在中国的使用情况。我发现咱们公司的化疗药啊，在嘉林市场占的比例特别高。你是医药代表，我想跟你请教一下细节。你是不是做了个论文，发表在肿瘤学的杂志上？你看了？没看懂吧？等哪天我给你好好解释一下，对你做销售特别有好处。你可真是个棒槌！你打我干嘛呀？什么棒槌？棒槌什么意思啊？过来！你干嘛呀？你到底要说什么呀？哎，
你写的这篇论文，是不是为了证明咱们公司的药不比别人的好，还比别人的贵？我没想证明什么，我只是在客观分析数据，这是医学科学家的责任啊。我的宝贝儿，你可别扯什么医学科学家的责任了。你爸是医学科学家不是？有没有这个责任？你干嘛扯上我爸呀？子轩，数据你也看到，嘉林的医药器材市场，咱们公司占的比例高啊。哎，我问问你，哪个医院最高？仁和，这不还是吗？我不懂什么评估，什么数据对比。刚才你说的，医学科学家的责任，那些买药的可都是医学科学家，那是谁的责任呢？我现在啊，真是不怎么羡慕你爸费那么大劲儿把你送到美国去了，太纯净，太天真。哎，老唐，我爸把我送到美国，是我自己拿的奖学金，是我自己考的第1名。你那个奖学金，在你考学之前有过吗？好像没有。是啊，你能考第1，也得有个名目搁在那儿等着你去考，懂吗？科学家，我看看谁让你当了科学家。庄老师，我可没画画啊。这么睡会着凉的，回宿舍睡去吧。不用，我还能坚持。没有必要，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。庄老师，是不是你也觉得我顶不上什么用啊？怎么会呢？这几天你和其他人一样都非常出色，但是现在各地来支援的医护人员陆续到了，我们最缺的是空间。现在不像前2天那么缺人手了，你再这么熬着就没那么大意义了。嗯，我待会儿就回宿舍睡觉去。谢谢你。你之前说的去漫画公司应聘的事儿，怎么样了？你还记得啊？他们看上了我的一套画，想跟我签合同。好事儿。我虽然不懂画，但是我觉得你的画很动人，有感情，有生命力。我想你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。庄老师，我承认我之前没有那么刻苦，有点混日子，但我以后我会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看诊、手术还有学习上。请你相信我，到了陆老师的年纪，我可以和他一样优秀的。志娟，人的天赋是不同的，你在那个领域很有天分，或许就会有所成就，但是在这个领域同样努力，也许就很普通。那我也愿意。愿意做医生？好，那就跟自己比。今天比昨天好，明天比今天好，不要跟别人比。
师，我不是一个要强的人，我就是希望有一天在你的眼里，我可以像陆老师那样出色。在我眼里，没有人可以和陆晨曦一样。虽然他有很多毛病，但他对我而言是独一无二的。原来那个传言是真的。你是说我和陆大夫在一起的传言？对，是真的。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之前帮助我，鼓励我，在我遇到麻烦的时候，你尽力在杨主任面前帮我争取，在家属面前帮我解释，还帮我找医学论文，送我字典。难道所有的这些，都只是因为我是进修医生，而你是教学主任吗？我跟你说过，我曾经有一个妹妹被人贩子给拐走了，她的经历跟你很相似。因为这一点，我承认我对你有一些额外的关注，但如果因为这种关注让你产生误会，对不起。是我自己想太多了，这些日子麻烦您了。都20多个小时没睡了，你累不累呀？别练了。你知道吗？一天不练，维度就会往下减，这叫前功尽弃。看看您就知道了。还记得小的时候，您一下班就直奔篮球场，直到天黑才回家呢。你还记着呢？那是，想当年我可是胸外科唯一一个能打满全场的。得，说您胖，您还喘上了。对了吧，我的论文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。什么问题？我通过这次的调研发现，仁和以及仁和的下级医院使用的化疗药都是我们公司生产的。哦，这不很好吗？说明你们公司化疗药的疗效好啊。但是他们的负责大夫说，是由仁和给这些患者开的化疗方案和指导用药。我们公司的化疗药比其他同类型的化疗药贵出近5个百分点，却在仁和的使用比例这么高，难道仅仅是因为疗效好吗？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啊？爸，您是胸外临床专家，也是临床科学家。我希望从您这儿得到一个临床和科研都具有说服力的理由。这个问题没有理由。那我换个问法，这跟我刚刚高中毕业就拿到了公司新设立的奖学金，去美国读本科，现在回到公司，又在核心部门
拿到了实习机会，有关系吗？子轩啊，我发现你这次回来，想的事情太多了。哪天找个时间，咱们认真讨论一下，看你是到底该做医学数据，还是金融数据专业的选择吧。准备睡觉吧。爸。NIH 给我的第2阶段科研基金已经到位了，我可以继续研究美兹化疗药在中国的使用问题。我会着重分析先锋公司的化疗药在嘉林使用比例高的内在原因。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最好拿一个诺贝尔医学奖，也是你的本事。从今往后，不要在我的面前提你这个论文了。睡吧。喂，主任，刚送来一个血气胸，并气管撕裂，我检查过，补液胃肠减压了，送病房了。您看要安排哪个主治负责手术啊？这个点儿他们都睡了，我来吧。先做术前准备。看什么看啊？瞪个大眼珠子。睡吧，啊。他们2个都在 ICU， 方志伟情况好些，但是还没有脱离危险。另一个病人感染很严重，还不知道能不能过来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一天违反了那么多的操作规程。哎呀，当时真顾不上了。你要是在这儿，恐怕也得那么干。做那个决定的时候怕吗？没顾上怕，就是找不到方志伟血氧下降的原因的时候，有点慌了。你是不是想说，我当时应该只选择救一个人啊？这个事儿本来你就无法左右，你那会儿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让他们有生存的可能。你难得站在我这边一回啊，是真心的吗？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挺佩服你的。我今天做了8台手术，其中包括1台特别难的心包填塞、下腔静脉裂伤并食管撕裂，可都比不上你这2台有成就感。行啦，恭维的话我听够了，说点我想听的吧。你什么时候走的？怎么了？前天啊。那看来是我太想你了，感觉你好像走了很久一样。哎呦，这话我爱听。那你说点我爱听的吧。哎呀，我刚才听陈少聪说，你因为发生气性坏疽，医院收不收治病人的事儿跟杨帆吵起来了。你们仁和医院八卦传的可真快。什么叫你们仁和医院？你哪个医院的？好，我错了，咱们仁和医院，行了吧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次坚定地站在杨帆这边。我要是在，我得好好说说你。你这种情况下不能拿国外的那一套往上套，中国有中国的现实情况，你待久了就知道了。我知道。其实谁的决定都没有错，大家都是为了既把伤员治好，又不引起气性坏疽的院内感染。
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，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。这话说的还有点道理。国外的规矩是为了更安全的就业，但前提是医患的比例要做得到。而现在我们都没得选。陆院长，等什么时候您主持全员工作的时候，我绝不跟您对着干，这个还挺麻烦。我要是当院长，到哪儿都带着你，白天拎包，晚上暖床。电话要打通宵啊！哎呀，谁呀？跟你说呢，过来过来。好。庄老师，急诊进来一个伤员，胸骨折断，重度休克，四肢厥冷，昏迷。好，我马上去。胸骨3处完全断裂。好，我马上到。你说。好，我知道，我马上过来。准备关胸。好。杨主任，普外那边叫会诊，一个腹部开放伤的，膈肌大面积裂伤，食管下端破裂。我马上过去。好。西叶，他小珍惜线。主任，出血了。纱布。你出来了。连着来了3个急的，胃破裂、异物留存、食管裂伤，好多年不做创伤手术了，手都有点生了，加上术间手术室消毒，从午夜做到现在，有点丢人呢。那没你了，老杨。你们科的腹部创伤都做完了吧？哎呀，这昨儿一宿啊，我们科的加上和胸外合作的，总共17台。辛苦了。杨院长。
副院长和总护士长正在找您呢，说是经过检验，到现在为止没收到新的疑似七星坏疽感染伤员，所有感染伤员的伤情全面控制住了。知道了，你去吧。好的。你昨天放那么多伤员进来，我是真担心呐。现在看来情况还不错，你还真行。得了得了，哪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？副院长也功不可没。真想给大伙儿放个假呀！那我可记住了啊。我就那么一说，你还当真了？还有这么多没写呢，算了，我交给别人吧。哎，不用，张老师，你给我吧，我能忙得过来。好吧，你慢慢写，今天我就不给你安排别的事了。没关系，您安排吧，不用照顾我。啊，李主任啊，我马上来。好的，好的。刘姐，怎么了？刚才张大夫交代的，这是19成，有高血压、糖尿病史。他之前口服双胍类降糖药，可能诱发乳酸酸中毒。张大夫叫停，到这个5成，下午3点安排 CT 检查。8成了呢？8成去哪儿了？我明明夹在这了。你别着急，慢慢找。会不会庄大夫没有写啊？写了，我都写下来了，找不到了呢。不可能啊！哎，这不是8号床的吗？对，就是他。可能是我自己夹错了。你这2天累坏了吧？你可得细心点啊。我知道了。那我去忙了啊。我来。楚军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太累了？不累，我没事。你这几天都没有休息好，你要是顶不住，可以找别人帮你分担一下工作，否则累垮了自己，工作还会出错的。我哪出错了？我什么时候顶不住了？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都能完成，我不想交给别人。好，你能干，你眼睛怎么肿了？要不然我跟我爸说一声，让他让你休息几个小时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瞎掺和什么？你以为你是主任的儿子就什么都要管吗？别管我！楚军，别管我！人呢？这个病人呢？这床谁负责？来了。楚大夫，怎么了？这个病人呢？怎么没输完液针就拔了？
他刚才跟我说想上厕所，我说等会儿我去交个东西，他怎么自己就把针给拔了呢？你问我，你怎么看的病人？还不去找？你别着急，慢慢说嘛。楚大夫，你别着急，我这就去找。怎么能出这种事情？病人不懂事，你不跟他说清楚，让他等你。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昨天又一晚上没睡啊？你怎么还跟着我？我说了，我让你别管我。走，跟我来。干嘛？你放开我！哎呀，放开我！哎，你等等。哎，放到办公室去。给我！给我过来！哎，任璇，干嘛你？放开我！放我下来！干嘛你？放开我！我撑得住，我说我撑得住就撑得住，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真不明白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我是不是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别人对我的这种眼光？所有人都瞧不起我，他们觉得我进仁和来就是走后门的。我只不过是觉得我在以前的医院里这么混日子不是件好事儿，我想要到更好的医院去进修。所以你爸来我们院讲课的时候，我就和他说，我是您夫人的学生，我希望到仁和去进修，我希望您能考虑我。你说我这样也算是走后门吗？来仁和进修的机会本来就很紧俏，1年也才10几个名额，你这样找一个胸外科主任攀攀关系，也算是走后门吧。我靠进来就是为了骂我的，啊！我是一个三流医学院毕业的，成绩也很一般，我没想着进修之后要留下来，我就是想着我以后回去，我总是会有进步的。那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努力呢？镀镀金就回去呗。我是因为喜欢庄老师，他人长得帅，又温和，还那么有才华。他会把我的错都指出来，又肯耐心的教我。是庄老师让我喜欢了仁和，让我特别想要留在这里。那你要这么说，我认为是庄老师让你爱上了这身白大衣，而不仅是仁和。可是如果我要留下来，我要怎么才能做到像陆晨曦那样的大夫呢？我现在不行，我以后也不行，就连想想激励自己，我都觉得是一个奢望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！就算陆大夫他看不起我，我也从来没有恨过他。我只是怕他，我佩服他，你信吗？我当然信啊，我相信你。其实这是很多人和胸外科大夫都有的心理，即使是恨，也是恨自己，为什么做不到他那么好？说的你好像在仁和待了好多年一样。但是我说的没错吧？你看，你想要变成陆晨曦，是因为你觉得他是最好的大夫。可为什么非要做最好的大夫呢？难道那些没有做到最好的大夫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？只要认真负责，能够减轻病人的痛苦，就是好大夫呀。在我眼里，你有你自己的优点，你有你独特的地方，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。是吗？
我哪独特了？举个例子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又是在糊弄我。陆晨曦，这一辈子也画不出来一张你画的漫画。可是那有什么用呢？你的画可以给孩子们带来乐趣啊，减轻他们的痛苦啊。在国外已经有这种辅助治疗方式了，医生给患者发放漫画书，在屋子里挂上漂亮的画，这能使病人摆脱枯燥的环境啊，促进他们生理和心理的康复。这些都是有数据支持的，别人不一定能做到，但你可以啊。听着好像还是在糊弄我。不过糊弄的还行。好久不见，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我看见阳光落在我左边，你的影子在右边。当我转身，你仍在守候吗？什么都